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D 的学校老师。嗨，大家好，我是 NAD 的阿志。那今天要录什么？今天录什么？黄狼力呀！黄狼力，这个很悠久。我记得力钢弹除了我们平常涂的那个白色、蓝色那一台，对，我有做一台哦。对啊，我很难得有做一台。然后有一台这个黄色的，对，还有一台红色的，还有一台白色的。哎，但是红色那一台，对，是不是会变一只刺猬？它代号是红蛇，其实是神。哦，那黄色这一台是什么？它是狼。这台是狼。对，它代号是灰狼。OK， 那你对这台机体很熟吗？有大约熟一点，因为它的驾驶员是基翁的。是谁？前基翁是谁？刚才讲代号灰狼，就很明显他是白狼松永真。哦，白狼后来变灰狼。哎，对，因为他呢也是1年战争后，之后有各种原因用伪造的身份加入了联邦政，就跟那个夏亚也很像，他也是这样跳来跳去。之后他中间有一个叫。你不是很熟吗？为什么有贴小抄？因为有些特殊名词还是要念对一下，不可以看。你以为我贴在这里要干嘛？就是要让你穿帮的啦。好啦，你简短的跟大家讲一下这台机体的背景。它代号灰狼，你知道为什么它不是灰？对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驾驶员不是驾驶员，那个叫作业员。反正就是制作它的人说，工厂制作的说，这个是抗光束涂层，它那个涂层跟白色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都是金黄色。因为松永真他一直他要灰白色，对，结果他还跟那个跟那个工厂人员 complain 说，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做灰白色？对，之后讲完之后还是就认命的去出击了。还蛮有趣的设定。那他有一把这个炮很特别耶。对啊，这是光束武器，就是光束的一个那个步枪，这样大型光束步枪。因为这一支它是拿力钢弹去做修改，基础为修改型的。对其实它没有这几把，动画是没有这几把，模型是因为共模就顺便送给你。OK， 所以它正常是只有这个大炮。这大炮很帅，而且比这把还粗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重型武器，它是大型的光束步枪。它在这一把这个也很帅，这个是 Mega 光束格林机关枪。它最特别是之前力钢弹不是一个翅膀往直的这样的，对，但是它把它变成翼状尾翼，所以变这样。因为它的东西都是重装备，对，所以它的脚这边侧面还有增加了很多推进器，不然会推不动。对，所以它是算是重型武器所以一般的那种不是新的那些驾驶员驾驶它也是很得心应手。因为它有透过这个机体的这个性能的优化，然后让普通人去开也觉得好开。对，很贴心哎。所以这还帅。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那你就做完了是要开箱什么？我以为你现在是要开这一盒做给大家看的。没有，这还你还给我买全新的？对了，全新的。那你是要怎样？就是有一些示范过程。你要买一台这个全新的沙漏，然后来告诉人家说你这台做的有多棒。对。因为我这支是以前10年前的作品，10年前的阿志做的，那时候只有数组因为它的条纹这些贴纸，我都是用贴纸贴的。就你看这个超大一张，这是真的贴纸，不是水贴，不是水贴，它就是那个透明的那种，直接贴上去那种胶贴所以它都是用那种方式去补色。那你10年前的还有那个照片吗？你有拍它10年前你还没做的样子没有？没有，应该不见了。我再找一下，应该是有。那你说看看为什么你会重做呢？因为我来到这里学到了很多那种模型知识，像例如刻线我也有去上 Kobe 的刻线课，所以看到这只当年的宿主，就很想手就很痒，就想把它拆掉，全部重做这样。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可能做过一些模型，对，然后那些模型我们可能是宿主，可能是直做，可能是假组，甚至是烂尾，对，但是它都贴过贴纸的，都还可以拿来做成这样。可以啊，因为你只要把贴纸的那种残胶清掉，或是有一些那种灰尘，你都把它清干净的话，其实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套件。这个有个缺点就是它放久了，如果你有晒太阳或怎样，它其实会脆掉。所以你要修补的时候，其实你还要准备一些打桩器或者什么之类去把它打桩加固，因为它已经放10年了，它不可能还跟刚出厂一样这么的硬。那简单来说，如果要烂尾的话，记得收到盒子里面，不要晒太阳。对。
我现在才注意到，对，我真的是现在才注意到，我觉得这个眼镜的度数真的有问题。这样。上次那个科线科外我没看到，而且看哦，这个外啊，不是，原来你是说了老半天的这个科线是你刻的，对啊，这个科线是你刻的。这个是原本就有的纹路，我只把它做加深，但是有些地方没有。哪里没有？这个的另外一面就没有，胸口也没有。等一下，哦，这值得看了，这值得看了。胸口这个没有。你是说真的假的？你说这些？对啊，那3个是新增的，加大块这个。真的？对啊，而且你看侧面我刻在漆面上面。这个？对啊。这你刻的？对啊，是我刻的啊。不相信哦。刻的比我还好哎，哦，这刻的比 Kobe 还好哎，是啊，这根本就是原厂设定出来的，就机器刻的吧？哎，我看不出来，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些是你刻的，哪些是原本有的，你来介绍，太离谱了。像这个胸口啊，我之前不是说它已经贴好贴纸了吗？对，所以我这是原本贴纸这一层，我直接贴刻线胶带上去，直接刻。哦，顺着它贴纸的形状。对，就是我先贴好刻线胶带嘛，之后我会先笔刀先画一下，至少先把那个贴纸先铺开，之后再换刻线刀去把它慢慢的刻出来，这样就 OK 了。那你第一刀会用什么呢？我先用刻线针啊。哦，你先用刻线针，就是因为我们是新针刻线嘛，所以还是先用刻线针，先有一个轨迹会比较顺。有轨迹完之后，我再看，因为我们这是条纹嘛，所以我们就挑比较细的，所以用0.125或是0.1，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宽或是这样之类的。我这里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为什么阿志会先用刻线针？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刀子如果没有不好，对，因为它没轨迹嘛，你直接刻线刀下去，掌控不好可能会歪掉。它是力气太大，对，力气太大，控制不了。所以刻线针的好处就是它前面是一个尖点，对，而这个尖点在滑动的时候，怎么样都是尖点。然后因为刻线针的硬度没有那么硬，它每次滑的时候，它只会让塑胶轻微的挤压，对，变形，所以它的轨迹会有一条很浅的轨迹，慢慢的变深。那这个好处呢，就是当你的手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朋友，对，那你用针先去滑动，真的会比较简单。对，然后刻线刀，因为它底下是方形的，所以如果你的力气很大，而且它硬度很高，所以你很容易就会稍微歪一点点或歪这边一点点，它就歪掉。对，那阿志这种就是属于我们以前那种保守的做法，先用针，对，或者是曲线我也会先用针，曲线一定先用针，对，再用刀来把它加深。虽然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法跟流程，但是很多人就在这一关失败，就没有后面。有些人都会直接先刀下去，他可能力道太大，或是没有直的刻，他那个就会原本就这样直的，它会变成。对，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哦，原来就是这样才刻得这么漂亮。对啊，像这个翅膀的内侧这3条也是用那种胶带的方式，还有这3个，还有像大腿后面这3条，这是小腿吧？这是小腿啊，对，小腿这3条也是用新针方式。那全部的话，这3条最简单，做得好准哦。哎呀，因为这个我也是先用贴纸的方式去对准，所以那个贴纸当基准点其实还蛮方便的。再来这个盾牌也有做新针刻线，就是它原本它只有线条到这里就停掉了。哦，它这个好像大概是2米的宽度吧，我就有用那个我们的那个10刻片那个刻线胶带 NT2425，我切一个大概2米的遮盖胶带，去抓个角度把它延伸下来，一样也是当基准点，所以我再贴那个刻线胶带去把它刻出来。啊，像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因为我就先拿宽刀延伸，都把它延伸完就直接刻线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刻线刻得这么漂亮就是你那个运用原本套件贴纸的方式然后再加这种宽刀转折吸面这整台我真的以为它套件出来就这样这么漂亮。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当我们非常近看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对，而这个小小的瑕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旧画，以后你都看不到这些。但是在学旧画之前，你这台喷漆有什么特别？我们也跟观众介绍一下。这支很特别，是因为它是黄色，它之后它的点缀色是那种深灰色嘛，就条纹这个因为如果你先喷深灰色，再喷黄色，那个黄色会浊掉，因为它没办法盖那个暗色系所以我这一支是反过来做，整支黄色都喷完之后再去遮盖，再去喷那个条纹，所以做这支遮盖胶带要准备多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颜色就会很干净，对，很漂亮，很干净，很漂亮，很舒服。
对啊，就不会被底下的这个深色影响，变成浊浊脏脏的。对啊，这个有水准，真的很好看。那么之所以遮盖的这么漂亮工整，也是多亏于你前面有做刻线。对，所以真的这个成功值得了啦，值得啊！10年前的作品还魂变成全新的作品。既然你做的这么帅，对，咱们就先来欣赏一下。帅哦！他其实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他身上其实有很多那种绿色的那种指示灯或是感应器，它原本也都是附贴纸，就是那个绿色那个三角形、椭圆形那种，有没有？啊，因为我想说那个遮盖太多了，遮盖实在太累，所以我就拿出我们的画笔去进行补色，增加那些细节的层次度。哦，是水性的吗？水性的。哎呀，就是我们用我们那个摩多它最新出的那个金属水性亚克力颜料，而且它的那个水性还蛮厉害。我这个水性是涂完之后才喷效果，那它的亮度都还保持住，真的好看，真的很厉害。对吧？好看。阿志，你以前组过多少钢弹模型？组过，从以前到现在100来台。那这100来台都可以拿来上色。有些是上好色的，没有，有些是上好色。他刚刚整个那个宿主的已经变少了。现在都会上色，现在都有上色啊，但是有些也是可以重工，因为以前玩的时候不太喜欢修母跟打，所以它就是有汤口还在，但是还是上好色。就是可以有些还可以再抓来，就是有些可以抓来。所以各位观众，请看看你的房间，你的客厅，你的展示柜有没有这种可以再抓回来，让它还魂。我觉得很精彩。没想到透过这样的方式，真的这个质感差太多。所以呢，各位观众还想看阿志重工哪一台机体，请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拜拜，拜拜。阿志你每天都推这个面相笔，对我们的观众跟我们买的这个雷龙套装组合，多多少少也要教人家一下这些笔怎么用。那像这里面呢，各位拿出你的这个雷龙画笔包，先找到有一支叫做 Dry Brush， 它写干刷笔，然后这里还有写一个 Flat Brush， 就是它的平笔。无字幕片尾是免费教学的。你用你的手先去感觉一下这个笔，你看弹性，对，先这样弹，丢这个，那它这个扫过去的那个感觉，你就可以知道，当平笔扫过去的时候，它就是一条线，一个线性。那这种圆笔扫过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圆柱状。所以它会造成2种不同的干扫效果。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呢，帮各位示范一下，这2种笔扫上去的一个效果会是什么样？各位利用这2支不同的干扫笔，沾附了这个一点点金属颜料之后呢，然后我们把这个多余的金属颜料刷到要你几乎感觉我刷上去好像没有东西了。这个时候其实它的笔毛里面仍然有很多的金属粉末。对。然后你顺着这个边缘单向轻轻的扫下去，单向你不要来回。那你可以很轻松的做到强化结构的边缘。然后呢，让这个细节跳出来。那如果你在它的平面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它会残留一点点金属粉末，你就会觉得这一块零件是金属做。然后呢，当我们换另外一种圆头笔，在刷的时候，你也是要决定一下你的方向性。像我们从这里刷过来，它的枪口会有一圈亮亮，它的这个吸面也会亮起来。
所以它就会强化你这个结构的明确性。对，你远远看就知道，哦，这个是一个有做锥度的，不会这样子黑黑一坨。那它开模具，你无缝做这么漂亮，对，你这样轻轻刷这个高光面，除了可以让这个零件增加对比，阴影是暗的，高光是亮的，甚至你看这些边缘的小细节，直接就跳出来。做完这件事情30秒，有没有？是不是？赶快把你的这个内容画笔拿起来练习一下，把黑色全部都刷一次。你说。那我现在都把黑色都刷一下。太多，真的太多。好，再少一点。对。哦，要这样子。有没有？哦，有没有？这种出来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哦。你有弹一下是，让它弹一下这样子。对。那个线条会有张力哦，会有力量在里面。是不是？所以就是要弹一下。还想学习更多的这些模型技巧，请锁定我们的无知无天。大家都不看正面。下次见，拜拜。